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后山皮公园，今天在这边继续 Tony 开讲，谈一谈近代儒家思想的挫败。今天就从科技面这个角度切入。1840年，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主要就是因为军事科技不如人。很多人就会批评说，中国就是因为2000多年来奉行儒家思想，重人文、轻科学，所以才会导致科技如此落后。那你如果这么评论的话，那就是不读历史、民粹式的言论了。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中国科技陷于落后，是发生于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发工业革命之后，才成为事实。在那之前，中国的科技其实是遥遥领先的，因为中国在2000年前就已经形成庞大的帝国体系。要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例如黄河的治理、边塞长城的修筑、运河的开辟、天文地理的研究，都是统治这个庞大帝国必要的知识与技术。中国古代的科技到宋朝的时候达到巅峰，例如英国著名的学者李约瑟就花了50年的时间撰写了《中国科技技术史》，详细的介绍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例如火药、造纸术、印刷术，还有指南针的发明，都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而北宋毕升在1041年发明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整整早了400年。所以在中世纪时代，当时欧洲的科技水准仍然落后于中国，一直到明代晚期，随着大航海时代而来的资本主义推动科技的成长，欧洲才逐渐超越中国。而中国在明朝晚期，因为商品经济繁荣，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带，甚至出现资本主义早期的雏形。而这个趋势在大清帝国建立后，遭到严重的打击。当时主要的原因是，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依赖海洋贸易，与大清帝国隔海对峙，所以大清帝国实施海禁，以阻绝郑氏政权的转口贸易。郑氏政权灭亡之后，大清帝国仍然忽视大航海时代的历史趋势。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女真族是兴起于内亚，是属于内亚草原的骑马民族。大清帝国可以说是继蒙古帝国之后，骑马民族所建立的最后一个内亚帝国。这个帝国以结盟及征服的方式，将蒙古、中国本部、西域、准噶尔、西藏都纳入版图，永远的解除汉民族政权从宋代以来的北患及西患。从此万里长城成为没有军事用途的历史景点，而河西走廊嘉峪关以西的辽阔土地也都成为大清帝国的领土。这是大清帝国留给现代中国的资产，当然也是巨大的包袱。大清帝国到了晚清时代走向衰败，所以当时当然丧失了不少领土。不过这些丧失的领土本来就不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是大清帝国打下来的江山。所以江山我自得之，我自失之。所以我们后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说嘴的，或是黑大清帝国。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可以占有内蒙古、新疆、西藏这么多的土地，这些都是大清帝国打下来的江山。大明帝国立国200多年，从来没有本事可以征服这些地区，只能修筑万里长城来抵御来自北方及西方的外族入侵。大清帝国消灭了大明帝国，当然带给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强烈的刺激。他们批评宋代的新儒学、理学过于追求内在的明心见性，只重视自己追求圣人之德，而忘却外施王者之政，因而导致国家的败亡。而这个思想的转变，其实在明朝晚期就已经出现，而明朝亡于外族，更刺激这个思想的发展。所以清初的儒家学者更积极注重经世之学。所谓的经世之学，就是以治国治民、经世致用为宗旨，
包括政务、财政、教育、礼法、刑法、工程、农业、水利、盐政、军事、天文、地理等实务，都要讲求施政功效，并遵循儒家以人为本的仁政思想。例如，当时的学者黄宗羲就精通天文、数学、历法，他著名的《明夷待访录》就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例如，当时的名儒顾炎武实地走访各地，编写《天下郡国立兵书》，总共120卷。又例如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记录中国各地山川地理要塞，更特别留意军事地理。据说200多年后，日本侵略中国时，还参考了顾祖禹撰写的这本书。不过这是网络文章的说法，我是还没有找到确切的文献来佐证。如果属实的话，那就表示在顾祖禹之后，大清帝国200多年，竟然没有任何一本地理著作可以超越这一本《读史方舆纪要》了。那这样是不是很悲哀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因为当时大清帝国采取了类似日本的锁国政策，排斥外来的思想，因而错过了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理性时代带来的进步社会思想。又因为大清帝国是属于女真族的少数统治，对于汉族的排夷思想心怀恐惧，于是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为了避免因言论的离惑，所以后来纷纷转为从事古籍的考古教著了。这样的思想发展，使得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大为兴盛，学者好守穷经，为中国传统古籍的文字字义校注，辨别正伪。然而此时的欧洲则因为大航海时代带来城市经济兴起，资本主义发达，知识分工愈趋精细，带动整个科技的发展。虽然中国民间的科技工艺仍然自行演变及进步，然而19世纪欧洲已经将知识的学习系统化及公共化，现代大学朝分科教育，各门各科都朝向专门领域发展。所以当时中国的祖传秘方师徒相授的方法，当然抵不过西方社会以现代大学来累积知识及技术来得有效了。所以大清帝国在那个时代，当然科技就远远的落后于西方世界了。而中国在嘉庆、道光之际，在鸦片战争还没有发生之前，当时有见识的儒家知识分子已经不满于当时流行的考据之学，也有感于大清帝国正走向衰落，而呼吁进行改革。著名的学者龚自珍就在1815、1816之间写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称为“乙丙之际注意”。乙丙是指乙亥年、丙子年，就是道光15年、道光16年。他在第7篇写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与其政来者以进改革，孰若自改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与其等待未来别人来革你的命、推翻你的政权，为什么不现在就自己进行改革呢？龚自珍写这篇文章时，距离鸦片战争还有25年，距离辛亥革命还有96年，所以事实上，大清帝国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进行改革。但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大清帝国并没有完成自改革，而是最终被孙中山先生尽改革了。而儒家思想又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呢？就等待下回分解了。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头里开讲，聊一聊大清帝国为什么在近代面临科技全面落败。其实不是国家没有人才，而是国家的人才被这个体制给埋没了。那下一集我就来谈一谈大清帝国面对的禁改革。那我今天的开讲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